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是在日外国人需要缴纳的必要费用之一。用我们熟悉的称呼来说的话，那就是医疗保险，或者说医保。在日本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强制性要交的有两个费用，一个是国民健康保险，二是年金。关于年金相关的，我会放到下一期来讲。日本国民健康保险是日本的公办医疗保险制度，由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该制度的目标是为日本的所有国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包括住院、门诊、手术、药品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是需要一定条件的。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在日本居住将要超过3个月以上的外国籍人士，也就指的是中长期签证的人。第二个是持有合法在日本居住的签证。第三个条件是年龄在65岁以下。第四个条件是家庭月收入不超过一定标准。这里呢，主要是指减免相关的一些话题。这里我说一句减免的题外话。减免的话，一般外国人需要用到的减免主要是收入的减免和留学生相关的减免，这个我在后面会有提到，请大家放心。然后是大家所关心的缴费标准。国民健康保险的缴费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基本保险费，第二种是所得比例保险费。我们来说一下第一种，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每月缴纳一定金额，这个一般指的是留学生或者学生居多，也有一定的社会人，主要是为了没有工作或者工作收入低不稳定的人需要缴纳必须的费用就可以了。我记得留学生的费用是1600日元左右一个月，而这个是需要你每年都要去更新和申请的。第二个是所得比例的保险费，这个是根据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也就是每个月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一般是年收入的 10% 为年缴纳总额。然后是保险范围，保险范围的话主要包括住院费、手术费、产科费、救护车费、门诊费、药品费、牙科费、残疾补助金等，在费用报销方面算是比较全面的，很多方面可以说是都已经覆盖上了。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报销比例问题。一般医疗费是 70%， 门诊费是 30%， 牙科费是 70%。 我们来说一下注意事项。国民健康保险是强制且必须缴纳的费用之一，对于外国人来说主要是和签证的续签有关。如果你在签证续签前你没有把国民健康保险缴纳清，那么可能会影响你的签证的续签。然后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无法享受国民健康保险的医疗保障，无法领取国民年金，以及无法办理长期签证等问题。国民健康保险和留学生相关的比较重要的部分主要是留学生减免相关的一些事情。留学生最低可以减免到必须要缴纳的国民健康保险，也就是基础国民健康保险。我当时是1600日元每月，现在的话是多少不太清楚，这个需要你去国民健康保险科去进行办理以及询问。留学生需要注意的主要是国民健康保险每年都需要进行一次，而且如果进行过更新的1年之内你的收入水平发生过变化的话，那么你需要及时更新资料。这个主要指的是你在申请以后，如果突然间在这1年之内你的收入水平降了，比如说你的在6月份以前你是150万日元每个月的兼职收入，但是在6月以后你只能达到每个月90万日元左右，那么你需要及时的去国民健康保险科去进行办理减免申请。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国民健康保险科的话，每年国民健康保险开始重新计算的时候，会有减免的书信送到你的住处，你可以填好资料，然后把相关材料一起邮寄回去。材料的话主要是在留卡、前1年的收入证明，或者说是前3个月的收入证明，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缴费相关的。国民健康保险在第一次申请以后以及每年更新的时候，会一次性的把所有缴费清单邮寄给你，一般里面有10几张缴费票，一张一整年一次交清的缴费票和这1年分期以后的单次缴费票，而且每张缴费票都有截止期限，在截止期限前如果忘记缴纳，那么会在1个月到2个月以内把你所忘记的那1个月的缴纳票然后重新邮寄给你。缴费的地方可以是银行、便利店以及一些超市，
我的推荐是便利店，因为便利店的网点比较多，而且缴纳更方便快捷。有关国民健康保险具体需要缴纳多少费用的表格，我会在视频描述区里面放一个连接，而这个连接的话是日本政府的官方页面里的连接，你们可以点进去下载。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具体的报销比例，住院费是 70%， 门诊费是 30%， 其他的话都是 70% 左右。然后至于一些重病的话，这个我没有得过，不好给大家参考。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去咨询一下国民健康保险科和医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复。然后是具体的例子的话，我就讲一下我当年的去医院看病的一个例子吧。我当年去医院的话，总共消费是1万多日元，然后实际花费是3000出头一点，也就是刚好符合这个比例。所以说这个比例的话是值得相信的一个比例。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谢谢大家。